是谁？开山刀法。请问老前辈尊姓大名啊？前辈就前辈吧，非要加个老字儿。哎呀，我有那么老吗？黄甫前辈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哎呀，我听说飞虎山有难，我便急着往这边赶，但没想到还是来迟了一步啊！哎呀，飞虎山沦陷，害我义父惨死，全都是王洛克那狗贼设计陷害的。哎，所以你就练习这个开山刀法，为你的义父报仇，是不是？不错。前辈，刚才德蒙指点，晚辈获益匪浅。嘿嘿，可否恳请前辈？恳请前辈！行！哎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让我呀给你教开山刀法，是不是啊？正是。哎呀，不过以我的观察，那个女娃娃对你很不赖嘛，你当真要杀她？他就是那个混进飞虎山的奸细。原来如此啊！那你是十分痛恨背叛，是不是啊？不错。好，我也是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教你吧。多谢前辈。你小子武功底子不错嘛，可惜有点太冲了啊！我顺着刀锋，顺着刀锋，左往右，错了。前辈，你看看这个，来吧！一日不见，你的功夫精进这么多啊！少废话！
明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小子，难道你还在做梦吗？哼，做梦都想杀了你们！难道你练会了开山刀法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公子，他们在那边。对，在那边。走，是。走。公子马上就到。混账东西，死了正好。铁木勒，看你往哪儿跑！龙克，你来了也好，一定把你给杀了，拿你的人头去祭奠我的义父。臭小子，你的口气倒不小，这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。臭小子，功夫不错嘛。小子，就这么几招吗？嗯？你没死。这世间有一种武功叫做龟息功，你不知道吗？公子无敌！公子无敌！跑了！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你对我用了什么药？你是我们的皇后嘛，小人哪敢跟你动手啊？我只好用这种办法让你好好的休息一下。
天宇姐姐，志芬妹妹，你不是她的对手，你快走啊！志芬妹妹。韩姑娘，你也是跟咱们皇后一起来找铁木勒的吧？可惜啊，那小子命浅福薄，已经死了，消受不起你这美人儿了。哎，不如跟了我，留下来吧。夜雨姐姐，今日之事，我怕很难脱身了，只想求个清白。我死了以后，莫勒哥哥就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待他。夜雨姐姐，哎呦，我的皇后娘娘，你怎么咬舌头啊你？啊！夜雨姐姐，志芬妹妹，你快走，快走！那你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都留下来吧。你老实点，要是玩什么花样，可别怪我不讲兄弟情分。是，我知道，你从来都不讲的。可是我刚才说的确实是实话，铁木勒真的死了。喂，少说废话好不好？走。参见大人，大人今日前来有何吩咐？我来问你，那天太师在这里打死的囚犯叫什么名字？哦，铁摩勒。哎，不对吧？我刚刚接到密报，说有人在大街上看见了铁木勒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可能啊！那天小人亲眼看见太师打死了铁摩勒，而且是小人亲手收的尸，他千真万确是已经死了。而且那天您不是也在吗？你可千万不能听信他人谣言呐！没事吧？你说是你亲手收的尸，那你把尸体埋在哪里了？乱葬岗，在这边。当时小人就把尸体埋在这儿了。你会不会记错地方？回大人，小人经常来这里埋尸，对这很熟，不会记错的。有劳你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师兄，金吉儿，他趁我们不备跑了。好了就跑了吧，这家伙难得说一次实话，这次倒像是真话。什么？难道摩勒哥哥真的死了？我觉得杨木劳不会那么轻易杀死摩勒。为什么？我也说不上来。但是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其实杨木劳好几次有杀死摩勒的机会，但是他却没有下手。所以这次，他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杀死摩勒。喂，你们看这里，这里有破土的痕迹。是摩勒，我就知道他不会
会死的。太好了，穆勒哥哥真的没有死啊！可是他去哪里了？我们在附近找找。嗯。这里有2条路，我们往哪边找啊？分头找吧，你们去那边，我走这边。无论找到找不到，天黑之前在这里碰头。好。嗯。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。喂，邓少侠，这里有很多声音哎，牛声、马声、人声，还有小鸟在头上喘息的声音。不是了，是熟悉的声音，你们听啊！没听见啊？像是凌霜弹丸的声音。我看你是太想他了，是从你心底里发出的声音吧？真的是从那边传过来的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可是我过去看看，要是不是的话，我会去找铁木勒。你们还是那边，我走这边。要是天黑之前找不到，还是在这里碰头。哎，这个空空儿，听到什么声音就当是夏姑娘的声音。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娃娃，哎，你们羞不羞？羞不羞？羞不羞啊？啊！兔崽子们，打架不行，这逃跑的功夫倒是一流啊！哎，姑娘，你看，他们都跑了啊！哎呀，多谢皇甫前辈相救。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姑娘，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呀？啊？睢阳城中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晚辈前往灵武请求援兵和粮草，但敌军势大，我好不容易突出重围，还是被他们一路追赶，敌军太多，杀不胜杀，所以也受了伤。受伤了？哎呦，看看，不碍事的，皮外之伤，只是，去灵武是吧？哎，我这个叫花子呢也很清闲，要不我就护送你去灵武。多谢前辈帮忙，只是晚辈身上有伤，行动不便。这军情又是10万火急，我……呀，这10万火急呀！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这10万火急那可怎么办呢？啊，前辈。晚辈大胆请前辈帮忙，请前辈带晚辈到灵武去调取救兵和粮草。我去？不过我去倒也可以，可是那些人都不认识我，他们怎么能把救兵和粮草都给我呢？对了，拿着这枚符，
虎符！哎呀，虎符啊！前辈，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拿着，这是我姐夫当日调我前往睢阳时给我的，你把这个给我姐夫，他便会发兵给你的。虎符！哎，你姐夫是谁呀？我姐夫他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。郭子仪呀！哎呀，郭子仪我认识。哎，走了啊！姑娘，那你怎么办？前辈，我没事的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要不我还是别去了，留下来照顾你的伤吧。事关重大，事不宜迟啊，前辈，快！那好吧，我这就去领武调兵。你可得照顾好自己啊。多谢前辈，快去吧。夜雨姐姐，你说摩洛哥哥既然没事，为什么不回灵武呢？可能他身上有伤。哎，你记不记得那个狱卒说过，他被杨木劳打了一掌，虽然没死，恐怕伤得也不轻。只盼我们能尽快找到他。走了半日了，也该休息一下了。前面好像有人家，咱们去讨口水喝，顺便休息一下。好，走吧，走。嘿，哇，好重的见面礼啊！是你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皮肉伤而已。赶快坐下来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刚才听见你发弹丸的声音，就循声找来了。你怎么会受伤呢？是阿鲁山的追兵，不过都已经解决了。对了，空空儿，你有没有找到铁魔勒？这说来话长了，我先给你疗伤，再慢慢说给你听。张太守，你我势力悬殊，有如天地之别。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，要不然你还会损失更多的人马。要逼人投降，除非你杀了我的人，捣烂我的肉身，把我化成灰烬。早就听闻张太守为人刚直，今日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好，老夫今日就要看看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到底能成什么气候。
是你？段大哥，别来无恙啊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县娘为什么会死，我明白韩大侠想要说什么。想不到20年前的兄弟，如今竟是仇敌。当年的铁昆仑早已掉下悬崖摔死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杨木劳。哼，段大哥，不是我杨某存心要杀你，只是这天下有我便不能有你。杨木劳，你狼子野心，会自取灭亡的。唉，随你怎么说吧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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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段大侠，师傅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对不起你。燕云、芷芬，你们快走！冲啊！师傅，孩子，不用了。为师的伤，为师知道。师傅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！莫老。你早就知道，杨木劳是你的父亲，铁昆仑。难怪当日跟他交手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师傅，我应该一早将此事告诉您。若非如此，你也不至于会。师傅。杨木劳抓的那个姑娘在哪里？说。来人呐！快！站住！好，让我们来大杀一场！杀！
让他们走，放了他们。是摩洛哥哥，你们快走吧。是摩洛哥哥，摩洛哥哥，果真是你啊！少爷，这2个人闯入太师府，形迹可疑。如果放了他们，太师怪罪下来。他要问就让他来问我。是，少爷。走。少爷，摩洛哥哥，他们怎么叫你少爷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太师府的大少爷，他是太师府的大少爷。走吧。不，我不走。你快走，这里很危险。摩洛哥哥，走。不，我要问清楚。走了。你放手，空空儿，空空儿，你放手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还不明白吗？铁木勒已经认杨木楼做爹了，哼，他现在认贼作父，已经是少爷了，以后就是太子，日子好过着呢。我们不必担心他了。不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摩洛哥哥是贪图富贵之人。我原本也不相信，可刚才我们都亲眼看见了，没人绑着他，他想走的话早就走了。万一他有什么苦衷呢？就算他有什么苦衷，也不能认那个贼子做爹。对了，可能是因为燕姨姐姐。行了，志宽，你放心吧。既然他们父慈子孝，杨木老也不会为难王姑娘的。咱们走吧，有很多事情等着咱们做呢。不，我要留下来，我要查个究竟。好，你要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那你就自己去查清楚铁木勒的苦衷吧。不过你记住，不要轻举妄动。现在洛阳已在我们的包围之下，等到练功攻克洛阳，万事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下。好，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儿子！穆勒，你干什么？赶紧住手啊！你疯了！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禀报皇上，国子仪大军反攻过来了，请皇上定夺。皇上，请皇上定夺。皇上定夺。
兄弟们，国子仪大军反攻过来了，保护皇上，冲！醒来！穆勒，穆勒没死，穆勒没有死，穆勒没有死，穆勒，杨母老。穆勒，真是上天有眼呐！不，是杨木良用自己的毕生功力，把摩勒所中的剧毒都逼了出来。那他现在他已经是个废人了。善恶终有报。杨木老虽然用尽毕生功力救我，但也抹不去他的一身罪恶。在这个世上，铁摩勒只认一个父亲，那就是铁昆仑。今日，孩儿将父亲遗冢立于段伯伯墓旁，愿二老摒弃恩仇，结伴救全。爹，如今天下还未太平，虽然安庆绪已经恶贯满盈，
但史思明又起兵了。上个月又攻占了洛阳，我们还要继续奔走，不能常来看望您了。等到天下平定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这里结庐，再与您二老作伴。摩勒，杨木劳后来就没有踪影了吗？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不过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通人了。驾！王姑娘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铁木勒，夏姑娘，保护王姑娘！姑父，你怎么样？放心，我没事的。我看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，说不定王龙客还有伏兵呢。夏姑娘说的对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马上走。只是马车没了，王姑娘又行走不便。不要紧，我背她走。来，这么一动，王姑娘的伤势又要加重了。依我看，咱们还是在前面镇上停留一晚上，再走吧。好，走吧。摩勒，王姑娘可就交给你了。走。我背你吧。背就背，说那么多干嘛？请出兵器吧。
好。既然你已经没有兵器了，来吧。好。他们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不是没完没了的吗？好，好啊！队长，姑父，段大侠，你输了。段大侠，此刻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输了。段大侠，可你救了我。但还是我输了。段大侠，既然你已经认输了，那你现在就应该任我们来处置了。不了，不能让他们伤了你姑父。段大侠，我的要求跟上次一样，请你自断右臂。慢着，怎么样？比试赢的人是我，应该由我来出条件才对吧？我空空儿的条件很简单，请段大侠下山，不要再管这里的争斗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哼，段大侠，我相信你会说话算话吧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我空空儿也立誓，不会再管飞虎山的事了。你这师弟搞什么鬼？王龙靠，山也拜完了，没有事你就给我有多远，就给我滚多远。窦寨主，我王某今天就放你们一马，后会有期。
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武侠经典解说频道。今天继续聊2008年张纪中版《大唐游侠传》的第15到第20集。前20集到了这个节点，铁磨勒已经经历了太多义父被杀、山寨被毁、王彦宇背叛，而这6集才是真正把国仇家恨、爱恨情仇拉到顶点的关键阶段。咱们直接从第15集讲起。上一集结尾，王龙客带刺客进宫行刺玄宗，铁磨勒为护驾，王彦宇受伤被侍卫抓住，龙客带人撤走。第15集一开场，铁磨勒被秦香送到韩芷芬家中养伤，韩芷芬衣不解带，悉心照料，终于把铁磨勒从鬼门关救了回来。段归章夫妻闻讯赶来，看见韩芷芬日夜照顾铁磨勒，心里有了数。段归章笑着向韩战求亲，铁磨勒父母双亡，养父也死了，为铁磨勒和韩芷芬定亲。铁磨勒心中不想定亲，却没有理由拒绝韩芷芬对他有救命之恩。定亲酒宴上，铁磨勒坐在那里，神情木然。他不是不喜欢韩芷芬，但心里的那个人始终不是他。与此同时，王彦宇被打入天牢，罪名是弑君，要被处斩。秦香亲自监斩，就在鬼头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，一道白影闪过，空空儿从天而降，从法场上就走了王彦宇。空空儿说自己是受人委托来救人的，他带着王彦宇去见委托人，正是铁磨勒。铁磨勒放走了王彦宇，对他说：“从今往后，你我互不相欠。”王彦宇知道铁磨勒已经定亲，黯然离去。铁磨勒回头，却看见韩芷芬正站在身后，一言不发。他没有质问，没有争吵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这一幕没有一句台词，却比任何撕心裂肺的争吵都更令人心酸。第16集，韩芷芬向铁磨勒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。他说自己理解铁磨勒，因为王彦宇不是坏人，只是不幸生在王龙客家。这句话的分量比一场打戏还要重。韩芷芬不是看不出来铁磨勒心里有谁，他只是选择包容。段归章见铁磨勒身体好转，开始张罗他跟韩芷芬的婚礼。铁磨勒无奈，只能答应。就在婚礼筹备到一半的时候，空空儿又出现了。他当着众人的面质问铁磨勒，以问问自己的心，可是真心要娶韩家姑娘。铁磨勒被问愣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但婚礼并没有取消，因为更大的灾难来了。杨国忠在玄宗面前进谗言，说哥舒翰必手不出是怕死。玄宗强行下旨逼哥舒翰出关迎战。哥舒翰明知出关必败，却不得不洒泪带兵出击。果然，潼关失守，大军全军覆灭。夏凌霜在乱军中抢回了哥舒翰的首级，立誓要为义父复仇。潼关失守，长安危在旦夕，安禄山大军压境，玄宗唯有西行避祸。铁磨勒和韩芷芬正要成亲时，接到开拔指令，立刻出发。婚礼作罢，铁磨勒松了一口气，他心里知道自己真的不想娶韩芷芬，不是韩芷芬不好，而是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不该装的人。第17集，剧情急转直下。爹，你来了。玄宗的车仗到了马嵬坡，全军停下休整。浑身浴血的夏凌霜追上了车，架他要杀了杨国忠，为哥舒翰报仇。杨国忠吓得魂飞魄散，喝令侍卫拿下夏凌霜。可夏凌霜已经力战脱力，根本没有力气抵抗，被侍卫抓住。杨国忠要当场处斩夏凌霜。你的心思我……铁磨勒夺下杨国忠手中的剑，向全军大声揭露。好了，杨国忠逼死哥舒翰，导致潼关失守，数万将士枉死。士兵们听到真相，怒火中烧，放走了夏凌霜。他们包围了玄宗和杨国忠的住所，要求诛杀奸臣。玄宗以为士兵造反，惊惶失色，铁磨勒站出来代表军士表达意愿。玄宗无奈杨国忠，只能下旨诛杀杨国忠。此时士兵们又担心杨贵妃日后为哥哥报仇，要求赐死贵妃。玄宗万般不舍，却无可奈何。一代明妃杨贵妃
就在马嵬坡香消玉殒。一切按计划行。这段戏是整部剧最浓墨重彩的文戏场面，情绪张力拉满。诛杀杨国忠和杨贵妃之后，大军终于继续前行。但玄宗对铁磨勒恨之入骨，如果不是他带兵逼宫，贵妃不会死。玄宗赐给铁磨勒一杯酒，说是犒劳他的。脚也要拧断你的脖子。铁磨勒接过酒杯，一闻便知酒里有毒。他拒绝了这杯酒，带着夏凌霜要离开。可他们刚走出营帐，就被羽林军团团围住。铁磨勒，第18集，铁磨勒背着伤重的夏凌霜，根本无法突围。夏凌霜要他放下自己，铁磨勒却不肯，拼死撑着。眼看就要力竭，秦香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决定，他冲上去挟持了玄宗。我想让燕羽假死。玄宗无奈，只能下令放人。秦香将自己的黄骠马送给铁磨勒，让他快走。铁磨勒要秦香一起走，否则玄宗不会放过他。草民韩芷芬带铁磨勒秦香拒绝了。铁磨勒救驾有功，特封他放开玄宗，跪在地上挟持君王，罪不可赦。秦香拔剑自刎，横尸当场。秦香这个名字，可能很多人都没记住，但他用自己的命换了铁磨勒和夏凌霜的生。铁磨勒带着夏凌霜前往郭子仪大军，要帮郭子仪抵抗安禄山。各路英豪纷纷赶来投军，段归章、韩芷芬等人也先后来到。这时，皇甫嵩也来了。他帮铁磨勒打通经脉，让他武功更上层楼。可皇甫嵩传授完武功后，悄然离去了。他似乎不想见段归章等故人。夏凌霜逐渐恢复，空空儿也来到军中帮忙。这俩人一见面就吵，谁都不服谁。表面上是冤家，心里头其实早就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第19集，太原告急，铁磨勒带兵前去救援。夏凌霜和空空儿吵架后，独自到营外散心。王龙客早就盯上了他，趁他落单，把他抓走了。王龙客要强逼夏凌霜嫁给自己，他心里早就看上了夏凌霜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。铁磨勒和空空儿得知消息，立刻深入敌营救人。在营中，他们遇上了王彦宇。两个人四目相对，心中无限感慨，却谁都没有说出口。王彦宇知道铁磨勒是来救夏凌霜的，两个人只谈救人，不谈风月。他给夏凌霜带去了空空儿的口信，夏凌霜和铁磨勒串通好了计划。夏凌霜假意答应王龙客成亲，但要在铁佛寺烧香还愿。王龙客大喜，却还是在铁佛寺暗中布置了人手，他怕夏凌霜跑掉。可他的每一步都在铁磨勒的算计之中。第20集，铁磨勒和空空儿到铁佛寺接应夏凌霜。王龙客早已布置好人马，将他们堵在万丈悬崖边。空空儿哈哈一笑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滑翔伞，从悬崖上飞下。这一幕飘逸至极，完全体现了空空儿轻功天下无双的特点。在王彦宇的内应下，铁磨勒和空空儿成功救出夏凌霜。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调开王龙客的兵马，里应外合，解了太原之围。众人救出夏凌霜，最高兴的人不是铁磨勒，是空空儿。他和夏凌霜心心相印，相互表白，终于把那一层窗户纸捅破了。庆功宴上，铁磨勒开玩笑要空空儿和夏凌霜定亲。空空儿拿出自己随身的玉簪作为信物。段归章看见空空儿怀中的玉簪，大惊失色。这只玉簪是他当年留给失散的儿子段克协的信物。原来空空儿就是段归章失散了18年的亲生儿子段克协。18年前，段克协在乱军中失散，被金晶儿的师父收养。他虽然是金晶儿的师弟，武功却远远高于师兄。师父死后，金晶儿继任掌门，空空儿帮他做了不少坏事。但结识铁磨勒和段归章后，空空儿逐渐明白了正义，终于和金晶儿段归章看到儿子就在眼前，老泪纵横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更大的矛盾就来了。段归章告诉空空儿，
当年他们家族和史家有过指腹为婚的约定。虽然史家全家下落不明，但要信守承诺。空空儿不能和夏凌霜成亲。空空儿当场就炸了。其他事我可以听你的，这件事不行。我喜欢夏凌霜，就要跟她在一起。为什么要跟一个没见过的人成亲？父子二人当场闹翻。想让燕云跟我冒这个险。夏凌霜不忍看他父子反目，留书一封，独自前往睢阳守城。空空儿捧着那封留书，愣住了。这6集的看点不止在打戏，在人物命运的急转直下。马嵬坡兵变是权谋和忠义的极致碰撞。如今大燕皇帝秦香之死是忠臣风骨的悲壮绝唱。铁磨勒面对韩芷芬和王彦宇的两难抉择，体现出他的情感挣扎。而空空儿与段归章父子相认，却又要被迫分离，更是全剧最虐心的情节。这一阶段的打戏同样精彩。铁佛寺悬崖边的滑翔伞脱困，太原解围战中的里应外合突围，是柯书汉写的？当然不是。铁磨勒与王龙克的再次交手，如果这封哥舒汉请皇上，每一场都保持了这部剧一贯的刚猛写实风格。到了杨国忠手上，第20集结尾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。王彦宇和铁磨勒还能否再见面？公子实在是高明啊！夏凌霜和空空儿的感情如何收场？那我们如何把这封信？杨木劳的阴谋将如何收网？我自有安排。这些悬念留到下期再讲，都要等到救出燕羽之后再说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